2024美国惊悚大片《布谷鸟》高能来袭，真正的恐怖不需要血浆突脸的画面，只是一个声音就能让你毛骨悚然。深夜，女孩被恐怖的声音吵醒，并疯狂撕扯自己的头发。跟随着声音，女孩来到屋外，且浑身开始颤抖，最后消失在了黑夜中。不久后，格雷琴一家受邀来到这个小镇，为度假村的老板乔治设计一栋新的酒店。格雷琴感觉到这里很奇怪，树林中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盯着他。上厕所时也总感觉隔壁有人在偷窥。在他离开之后，一个女人的双脚缓缓落在地面。乔治这边酒店缺人手，想要格雷琴去帮忙。父亲刚想要替他拒绝，叛逆的格雷琴立马答应下来。上班第一天就看到客人在店里呕吐，同事却对此习以为常。乔治告诉他，每天4点钟就可以下班回家，但千万不可以在路上逗留。回到家的格雷琴高兴地戴着耳机弹起了音乐，却没发现妹妹偷偷溜进了房间。没一会，妹妹浑身颤抖起来，从森林中传出恐怖刺耳的类似布谷鸟叫的声音。格雷琴发现了妹妹的异常，摘下耳机上前看看怎么回事。手掌触碰到妹妹的时候，时间又回到了10秒钟以前。当格雷琴再次准备伸手时，妹妹一反常态，差点抓破了他的脸。也就在这时，外面的鸟叫声瞬间消失。格雷琴向同事抱怨，父亲更加偏袒自己的妹妹。母亲当年原本是怀了双胞胎，是现在的妹妹吸收了另一个胎儿，这也导致母亲身体虚弱，没多久就离开了人世。在他看来，妹妹就是害死母亲的人。心情不好的格雷琴决定替同事值夜班，晚点再回家。夜晚10点，格雷琴突然被铃声吵醒，没想到这个点还有人入住。在给客人办理好入住手续，转头看去，白天呕吐的那个女人在柜子前狂喝饮料，没给钱就晃悠悠地走回了房间。他刚想追上去讨回费用，老板乔治就打来了电话，得知他还没下班，让他赶紧锁好大门，在这里等待，待会开车把他送回家。刚放下电话，就听到门外有鸟叫的声音，那种声音让人浑身发毛。格雷琴没有听从乔治的话，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回家。刚走没多久，乔治就赶到了酒店。格雷琴骑行到半路，看到有个人影从树林中窜出，下一秒一个黑影就出现在他的身后。他害怕地向后望去，一个戴着眼镜的怪人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，并从嘴巴处发出气人的鸟叫声。格雷琴拼命地逃跑到最近的医院中，奇怪的怪人也紧跟其后。他刚准备跑进医院，却没看见第2层的玻璃门，脑袋直挺挺地撞到了门上。怪人也已经追了过来。格雷琴掏出身上的匕首准备搏命，恰好一辆警车开进了医院。医生听到声音也走了出来，转头看去，怪人已经消失不见。警察调查了周围，没有发现其他人，认为格雷琴可能是遇到了恶作剧。恰好父亲带着妹妹在这里看病，可父亲也不相信他说的话。更倒霉的是，妹妹上次事情过去之后查出患有癫痫病，稍有吵闹的声音都有可能引起发病。格雷琴不得不把自己的吉他锁进柜子中，但麻烦还是找上了门。警长杰夫找到了他，向格雷琴询问怪人的事情，可他并不想再回忆昨天的事情。杰夫却不着急，等格雷琴想通了可以联系他。没一会，昨晚入住的女客人来退房，女人看出了格雷琴的不开心，便邀请他一起出去兜兜风。可汽车还没开出去多远，那个奇怪的鸟叫声又再次传来。一转头发现怪人就挡在了前进的道路上。格雷琴从昏迷中醒来，怪人也来到了车门口，抓起边上的女人一把扔飞了出去。紧接着，怪人将身体探进车内，还发出恐怖的嘶吼声。本以为这次真的无路可逃，一束强光突然照射过来，拯救了他。再次醒来，格雷琴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乔治就坐在他的对面。男人质问他为什么不听自己的劝告，大晚上还要在山路上游荡，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。他想向父亲哭诉，得到的却是父亲的抱怨，更是把妹妹患病的事情全怪到他的头上。深夜，警长杰夫来到格雷琴的病房，昨晚救他的人正是杰夫，怪人一定会再回来找格雷琴，杰夫需要他的帮助来抓住怪人。原来1个月前，杰夫和妻子来这里度假，怪人用奇怪的声音将他吸引到外面。等杰夫回到屋子时，妻子因呕吐物窒息而死，他坚信就是怪人害死了他的妻子。格雷琴联想到2次出事，同事都提前下班，也许这事和他有关系。深夜，2人在同事家对面监视，女人像是在等待什么人的到来。她等的人正是镇上的警察埃里克。就在埃里克收拾东西准备烛光晚餐时，那个奇怪的鸟叫声又再次响起，时间仿佛重置了一般。埃里克又把刚才的事情重做了一遍。突然，镜子中出现了怪人的倒影，杰夫也发现了房子中的诡异，女人正在等待他的情郎，可走出来的却是那个怪人。杰夫透过窗户看去，怪人拍了下女人的脑袋，然后女人开始不断地搓着自己的双腿，怪人从体内掏出一团不明液体，就要塞进女人的身体中。就在这时，格雷琴及时出现制止了他。怪人不甘地发出瘆人的鸟叫声，格雷琴被刺耳的声音吵得脑袋剧疼。好在杰夫及时赶到，抬手对着怪人就是一枪，可惜还是让怪人给逃跑。好在女同事并没有什么大碍。没想到第2天，乔治主动找上了门，格雷琴直接质问他到底知道些什么，为什么深夜山路不能逗留，邀请他们一家人来这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。乔治没有和他争吵，
而是拿起一支短笛吹奏起来。悠扬的笛声传播开，父母像是着了魔一般，转头开始训斥起格雷琴。他决定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。乔治突然找了过来，他的妹妹刚才受到惊吓，已经被送进了医院。即使他要离开这里，也需要路费。乔治愿意免费赞助他，可刚一进到乔治的屋中就傻眼了。杰夫已经被他们绑架成为阶下囚，然后将格雷琴诱骗到一处泳池改造的房间内，趁他不注意，向格雷琴的脸上喷射了性激素。没一会，屋外走过来一个女人，并不断发出尖锐如鸟叫般的嘶吼声。格雷琴想要用床板当武器，时间如同重置般又回到了10秒钟之前。当时间恢复正常时，女人已经消失不见。下一秒，女人出现在他的身后，一巴掌将其给敲晕。伴随着女人嗓门中不断发出如鸟叫声，格雷琴不断地摩擦着自己的双腿。女人也从身体中掏出不明液体，想要把液体注入格雷琴的身体中。就在这时，乔治出现制止了怪女人。这个女人正是开头跑进森林中的少女。乔治也在这时说出了所有真相。100年前，他们家族在这里发现了一种奇怪鸟人。他们不需要雄性繁衍，而是将后代产在其他女人的腹中。经过不断的研究，乔治找到了控制鸟人的办法。而这种鸟人也面临灭种的地步。为了保护物种的繁衍，他们吸引成年女人来这里度假，实则是为了鸟人寻找合适的母体。为了保守这个秘密，乔治准备杀掉格雷琴。就在这时，杰夫挣脱束缚，持枪赶到了这里，一枪解决掉乔治之后，毫不犹豫地杀死了变成鸟人的女孩。大仇得报的杰夫格外开心，可无意间他看到格雷琴口袋中的照片，得知他的父亲和亲生母亲多年前也一起来过这里度假。按照时间推算，他母亲也是在那个时候怀上了妹妹，他的妹妹极有可能是鸟人的后代。两人赶到医院，看到妹妹晕倒在病床上，没想到乔治没死，也赶到了医院。为了保住秘密，直接开枪射杀了医护人员。格雷琴想要去救出自己的妹妹，杰夫担心她受伤，想要拦住她，格雷琴却掏出匕首刺伤了杰夫。所幸妹妹没什么大碍，姐妹俩准备逃出去的时候，妹妹的身体开始颤抖起来。怪人已经来到了这里，准备夺走妹妹。格雷琴直接把匕首抵在妹妹的脑袋上，见此怪人也不敢上前。没成想妹妹突然一把将他推倒在地，耳机也掉落下来。怪人趁机发出声波攻击，妹妹也害怕的到处乱跑。格雷琴误打误撞跑到了档案室内，此时怪人也已经追了过来。一人一怪在档案室上演了猫捉老鼠的游戏。突然房间内灯光亮起，杰夫也寻迹追到了这里。格雷琴和怪物正好四目相对，杰夫看到两人的身影，直接上去将档案架子给推倒，将怪人和格雷琴都埋在了下面。听到声音的乔治也拿枪朝这边赶来，妹妹趁机逃出了资料室，杰夫也立马跟了上去，恰好和乔治撞到了一起。两人见面就是开枪射击。资料室内，怪人率先从架子下爬出，不断的用声波定位寻找格雷琴的位置。可当他扒开格雷琴上面的覆盖物时，被格雷琴一剪刀插进了脖子中，鲜血喷溅的到处都是。他将怪人的头颅割下，扔在了乔治和杰夫的中间，趁两人失神之际，快速来到妹妹躲藏的房间。没一会，格雷琴带着妹妹走了出来，他背对着杰夫，妹妹背对着乔治，两边都无法开枪射到想要击杀的目标。Отпусти ее! Ее судьба стать матерью. Она не твоя сестра! Они перестали размножаться. Они же вымрут, если им не помочь. Они вымрут непременно! Сотни ле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. Это воля наделяющих. 就在两边吵得不可开交之时，妹妹捂住了格雷琴的耳朵，喉咙处开始快速鼓起，从妹妹的嗓子里发出了怪人一样的声音。下一秒，整个空间都在抖动，乔治和杰夫的身体也不受控制的颤抖。姐妹俩慢慢走到了门口，这片空间也恢复了正常。杰夫和乔治互相端起枪口瞄准对方，一阵枪声响起后，两人双双死在对方的枪下。格雷琴带着妹妹走出了医院，永远的离开这个可怕的小镇。